老李啊，哎，单警官，2斤猪头肉啊，帮我切切。啊，好嘞，要这么多啊？哎呀，帮着人家带的。哎，您好，您是在这儿吃还是带走？我在这吃。啊，好，那您先坐啊。走了啊，慢走啊，单警官。哎，这位大哥，卤味在这儿是？哎，帮我拼一份吧，老李。哎，您是回头客啊？这个味道上您多给意见啊。给您放这儿，行吗？老李，啊，李元杰，对呀，是我。怎么了？ 20年，我欠你一个道歉，老李。96年，黔州都市报，龙达商厦，那个案子，我写的，对你造成了影响。 大影响，你还写过我？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你别没事儿啊！ 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您吃个馒头再走吧。不吃啊？对不起。 龙达商厦窃贼落网，凶手竟然是他。跑什么呀？
别跑，站住！你跑什么呀？啊！警官，打哪段？我给你看啊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判子怎么样？今天好多了，过几天就能拔鼻饲管了。能吃东西，好的就快了。既然跟那个人没有关系，他为什么要跑？他说他不知道，他就是害怕。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去找他师傅。他以前跟他师傅去偷过猎，他知道偷猎是犯法的。你们不是没穿警服吗？
他做过亏心事儿，他觉得我们就是去抓他的。冤！小高这次太他妈冤了。刚才在医院，潘子嘴里头一直啊的，我知道，他是想问我案子，我没脸跟他说，我更不敢跟他说案子的事儿。案子怎么了？永都方面准备存档，存档？说白了，失败了。嗨，吓我一跳。等有一天你们发现了新的线索，肯定会重启调查，对吧？没事儿。这几年一直做暗访，也跟你见了不少大世面。卖淫的餐馆，贩毒的歌厅，搞邪教组织的传销，垃圾堆里的地沟油，哪一个不比电影魔幻？你看，这么美的黔州城，有多少见不得人、见不得光的事儿？但是，大部分人是感受不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你们把黑暗挡在了光明之外。你这稿子改多久了？这么矫情，能登出去？我知道，这次小高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案子又存档，你心里肯定不好受。但换成是你，你一样会往前冲吧？我们有这个拼死的劲儿，什么案子破不了？没准下次抓住的就是真正的凶手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所有的努力不会白费。我们是机器，又不是机器，不可能事事精准。那查案嘛，肯定会有误差，有的时候方向都是反的，这是必然。我就是觉得羞愧，亏我还跟你说遇事要谨慎，要考虑周全，我他妈自己都没做到。有什么做不到的？周全？什么叫周全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周全的事儿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咱俩认识这几年，别的我没记住，但觉得我就记住一句话：坚持。坚持就是他妈胜利！我靠，我们一定要坚持。这出租车开顺手了？顺手，我一直在坚持，我每天都在搜集不同的证据，我就不信了。我一篇一篇的写，总会有那个拨云见日。这是第25篇了吧？嗯。你去通知下社会新闻部，让他们把手头的工作都放一放。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，大家只做一件事：连续报道出租行的问题。干嘛？哎呦！行，行，过去。真的可以报了？我当时就说过呀，不是不敢碰，啊，一定要等到有把握的时机再碰。现在有把握了？
是你给了我把握。出租行的问题一直是长期的、系统性的问题，我们的报道也应该是长期的、系统性的。现在，你不是孤军奋战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什么时候登啊？明天登头条。登哪篇？按顺序打。大哥，小弟敬你一个。啊，好，来，二哥，来，干杯！你好，这边，大师这边，大家进来了。哎，您吃好啊。吃菜呀！我靠，大哥，我们上报纸了，还是头版。咱们上报纸。大哥，没事吧？我们警察都不怕，还怕一报纸啊？啊！大哥，谁他妈写的呀？记者白朗。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？这几个人我都认识，一个3进5千的。你交钱呢？你不交钱，他能让你进来吗？就我这小破摊，他每个月都得交钱。我是田州都市报的记者，像你们这样在这边拉客的司机，都要给当地的旅游社交保护费吗？肯定得交，不交不让跑，而且还打人。我得说点就，记者，我在这儿干了有3年，这生活保费不知道收了多少钱。没来这吃饭就坐那个位置，别人来都不敢吃了。小白，今天出炉了啊！辛苦了，应该。第9篇、第10篇都改好了。今天的会呀，虽说临时，但是很重要。这些报道啊，有的同志已经看过了，有的没有看。现在大家呀，再仔细的看一看。第10篇可以上热线电话了，让更多的声音进来。耶！哎，你慢点说，25年，咱们一点一点。多少钱不敢在这跑车啊？规矩你不懂。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，你就是不要钱，兄弟们，他们不让我们活，没有人能活，绑了你们了是吧？绑了你们了！咱们泉州的出租车行业早就该整顿，我知道大家有顾虑，不愿管，就拖着，拖到今天，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。这次会议的目的啊，就是要全局研判，制定方针，彻底杜绝司机开车苦、市民打车难的问题。诸位，大家都停下，都停下手里边的活啊！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，对我们连续1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。咱们这一场仗啊，要看到胜算了。你说这个保安的值夜班呐，能不能睡得浅一点啊？结果呢，人家就是没发现自己脑袋上还晃着一根球棍呢。
这个歹徒心理素质是好的不得了。你打呼吧，我跟着你的节奏。咣咣咣3下就砸呀，就是砸呀，可以说死的是一点痛苦都没有，当场毙命。这话说的就跟你在现场一样。我在现场不吓人尿裤子了。那他到底抢多少啊？砸了柜子就是一顿撸。金银珠宝拿出来，能够铺满整张桌子。这么多，88万。如果你们的工资涨到300块，估计还要连续干上200年。我们长兴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狠人呢？哎呀，人杀了不算，连看门狗都没有放过，抡起个撬棍呢，就是砸，就是抢，就是打。这是真狠。杀狗是添油加醋。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？哦，那倒是没见过。再说了，人家不止一个珠宝柜台，隔壁柜台的一条玉溪烟，还有1900块钱都被他抢走了。事儿办的这么有粗有细，整个商场的布局他摸透了。哎呦，哎，老白，你也知道的不少啊，是抢了一条烟，真真假假你挑着听。老陆，你往外传的时候你也动动脑子，还狗了还。我就说老白聪明啊，看来你窝在报社画画真的是屈才了。哎，那是，老白从小这脑子就灵活，他要去抢，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啊！别瞎说啊！我还想，我的饭碗都快被抢了，我还抢？那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是资深的美工是吧？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抢我们老白饭碗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对呀，谁那么不长眼呢？想要绿色就可以变绿色，想要黄色就可以变黄色，想要什么颜色就能变什么颜色。哇，这也太厉害了！这就是抠镯。这叫 CorelDRAW 第6代，跟 Windows 95同时上市，专业处理矢量图像。矢量？全新的算法，不受像素的制约。我没懂，不受制约会怎么样？就是说，无论你把它放多大，边缘都是平滑的。哎呀，先进呢！别走，别走啊！刘照，哎，人呢？哦，那边办公室都在那儿呢。哎呦，新系统，新软件，老白，你这半年危机培训班白上了。王鹏青图歼51，土氏二干10寸语，你学了？排版进步到哪了？啊，总编，总编，进度到老白面前了。哈哈，没有交稿的3位，麻烦移步办公室啊。鲲鹏娱乐城宰客的暗访怎么样了？哎，你好，先说都市报。您请讲。严主编，是这样的，我们3个呢，经过激烈的讨论，认真的分析，权衡了一下，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。我们认为啊，这个专题正常采访也能写稿，对，是吧？我们可以在娱乐城门口蹲着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观察出来的顾客，
我们就看他谁那个愁眉苦脸的，这里头肯定就有问题，我们就拉一边就踩他。真实性、全面度啊，切身体会，你们权衡了哪一点？咱们是黔州唯一的都市报，都市报的精神是什么？贴近民生，做市民的眼睛。不是，这话不要老从我的嘴里说出来，行吗？肉麻的。娃儿还能不积极？有什么心理压力嘛？赶紧去吧，啊！明天一早我要见到高三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加油！快去吧！加油啊！前一句是别有压力，后一句就明早见稿。这老狐狸对付我们是真有策略。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对付我们几个还用得着策略？关键是这不是硬着头皮就能干成的事儿啊！上次福利院，咱们可是一步都没踏进去。是啊，我们是胆小，你是挂不住脸，旁人一看全是破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脸皮薄，他厚啊。啤酒，来半打。音乐声音太大了，听不清啊。半打啤酒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里啊是卡座，这都有最低消费的。最低消费？点什么你就上什么。废什么话？半打啤酒。再来2瓶人头马北少。好的。好的，你稍等啊，等会儿。4个骰盅。好的，把酒单留下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好的，哥，快点儿。2瓶人头马肥少。您的半打啤酒6瓶啊，都给您开了。怎么上来就全开了呀？哎，一路先行吧，省得中途啊打扰全老盘。那慢用，喝好，蛮好啊。我2个3个，陈峰，看我没有。服务员，来的。哎，来了。老板，要开票吗？开。5瓶红酒是995，1瓶人头马 XO 2399啊，1个开心果拼盘和2瓶可赛矿泉水，总共消费3548。啊，零头给您抹了，算您3500。
走走走，买单！来来来，慢点，下次再来了啊。又是美好欢乐的一天，感谢大家光临我们鲲鹏娱乐城。那今天一区206台的老板消费至尊套餐，只享荣耀，只享祝福。祝老板金银财宝入囊袋，金银财宝入囊袋，美酒美人招手来，美酒美人招手来，福禄寿喜永常在，福禄寿喜永常在，掌声鼓励。今天呢，我们见者有份，我们将会给每个卡座的朋友赠送一份开心果套餐。老板，我代表鲲鹏娱乐城祝您生意兴隆，财艺滚滚。至尊套餐，至尊还在吧？跟你学了多久啊？他天黑之前就走了。学不进去了？那我不知道。你觉得他能学会吗？他倒是挺爱提问的。哦。结账，老沈，好了，你们俩真以为我喝多了？喝点，走走走走。啊，走。哎，拿我钱包干什么？啊，偷着宰不够，明抢了是吧？哎，快送他走！钱包还我。钱包在呢。喝多了，慢点走啊。结账。您开发票不了？开。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。小伙子，你帮我算一个细账，我现在头有点晕。2瓶人头马是1680，一打啤酒是200，那总共加起来就是1880嘛。 2瓶人头马1680，一瓶多少钱？一瓶790。哎呀，对不住啊，老板，脑子糊涂了。那总共那就是1780吗？你这半打啤酒什么时候点的？没点，我们肯定是不会上的。上了我们却不喝。我这瓶还是之前点的呢。哎呀，这好了好了，开票。这他妈公款消费还算得这么清楚？哎呀，行，给你这个，那俩酒瓶子能带走呀？操，这么快！老板，妈逼的，这是烧钱，没几个烧自己的钱。行。哎呀！
哎，小飞也挺累的。哎，元宝，进去，要写稿了。写稿？来，走，开干！走。来，你们俩送他回家。我还精神，包子我来试试。别，哪有这么简单？你是美编，又不是记者，你不如把更重要的事情干了。逗我呢？他们宰客也得看你值不值得宰。我跟您说，从一进门到最后的结账，全都是套。他们先看你穿着打扮，穿的不错吧，就把你领到卡座，就跟你说有低消，你肯定就不好意思，你抹不开面，你就只能认栽。中间喝酒也是，如果你再加酒，你加酒他就给你加3儿，懂什么意思吗？他就给你加空瓶，加开过的酒，一点一点加。你喝的多，他就给你加的多，那不是你点的呀，最后都得你结账。包括结账，先问你开不开发票，如果你要开发票，就说明能报销，不心疼钱，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。你吃的多喝的多，他加价就加的多。如果那些酒他们没有开，他也不退，拿回去他们卖2回，我都摸透了。你看这个酒，咋了？当然是假，200%是假酒。假酒，假酒能让你随便拿走啊？没有办法。你看他这个印刷，他们不懂什么叫矢量图。它这个像素都不够。我想了，咱们要配上真假实物对比图，这样更有说服力。哎呦，都让你喷醉了。配还是不配？你赶紧回去醒醒你的假酒吧啊！配还是不配？哦，对了，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。那我去哪儿？老白这2天怎么没来啊？就因为这1580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？这一辆车没有，也没有人，哪有上午10点干这事儿的呀？不是，你不要带着预设看问题啊，要在实践中找到它的合理性。不好说呀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这种事儿，他肯定抓现行。我抓了现行，我……哎呀，你这叫舍身取义嘛！不要有思想负担，胆子要大一点。你赶紧进去，别误了点啊！等待你的好消息啊！要不您……有人吗？
有人吗？没人吗？哎呀，老板看想吃点什么？有什么特色菜吗？早上呀，只是晚上才供应吗？要做也能做。都有什么？我们的特色菜有蟹粉豆腐、纯菜羹，都是用野生的纯菜芽做的，特别嫩。豆腐能有多嫩，野菜能有多野？不想吃。哎呦，这也不吃，那也不吃，你想干什么啦？对呀，想吃人呀。不是让你起床了吗？你怎么还没起啊？知道了，马上就起了。来这边。快来呀！来呀！随便坐啊，我去打个水。干嘛呢？脱衣服呀！我给你擦擦。哎，事前还抽上烟啦？吃的有点饱了，消化消化。不是没吃东西吗？怎么还需要消化消化了？秀色可餐。行了，别抽烟了。哎，我们抓紧时间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别害羞，我来吧。嗯，我可是按时间收费的。不用紧张，有什么可紧张的？干嘛呢？不是，姑娘，这个我自己来，我自己。哎，坏了。怎么了？什么都没做呢，怎么就这样了？我血热。不是，我自己，这样方便一点。行，姑娘，我自己来。快点，快点！抬屁股！姑娘，不是你，行，来抬屁股！我的啊！抱头蹲下，抱头蹲好。啊，一个个屁！
吃了吗？起来，记着，不许乱动。怎么的？火气挺大呀！裤子，我的裤子，这会儿知道要脸了啊！疼。哎，来动我一下试试。哪儿？先把表填好啊，如实填写。愣着干什么？拿着。干什么？好好填表。都怪这个僧宝，大清早的真猴急。就是，怎么他一来，警察后脚就到了？啊，是吗？我占着便宜了吗？哦呦，你也没有付钱的呀。对呀，不怪你怪谁啊？对呀，这真是扫把星。哎，干什么？安静点，好好填表。嚯，老板，厉害呀！1打5啊！赶紧走，没你事啊。振军，领导电话。领导，我振军。怎么样了？抓着了，正登记呢。都市报主编说派了个记者过来。你说那个戴眼镜的，跑了。我们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人家报社主动要求的，他们需要素材。这些个记者要真是有那心理素质，还搞什么协助暗访啊？那直接调到警队不完了吗？人都跑了，你们怎么还抓了现行啊？运气好，碰到个真嫖客。行了，那记者你自己联系吧。这儿听怎么样？玩呢？专业点行吗？看什么看？认真对待。还有你们几个，白雪婷，不是啦。哎，来了，老白，老白，哎，你就坐我对面。白记者啊，我真是佩服你。为了逃避这个矢量图，你真是下了血本。别提了，我这趟亏大了。你还亏了？嗯，我被人家吃豆腐，还被抓起来，心惊肉跳，吓破内胆。2楼走廊挂着统一的包厢门牌，窗户掩映着饭店的业务大字，乍看之下与餐厅的大堂并无二致。一进包厢，却是如卧室一般的家具排布，墙上挂着庸俗的挂历海报，粉艳的真丝床品和窗帘。老白，这能是你吓破内胆观察到的细节？就是啊，这不可能是第一次去吧？职业素养懂不懂？行了，我们帮你一起搬去啊！哎，对，走，谢谢兄弟们。老白。
你怎么想的？这案子都过去1年多了。你看啊，案发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报道，现在案子破了，没有人知道。这凶手的情况也是求证过的。李元杰被抓的那个舞厅叫新世纪，就在我们家附近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我是一个一个盘问下来的，我连他是哪个生产队出来的，我都求证过了。总编，我是长新人，我们那儿对这个案子特别的关注，肯定会有人看。白狼，说实话，可以当。有前提？没前提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，我知道你平时爱写些东西，但是以前写了也就写了，现在写是要曝光的。我是不是写的太详细了？确需要再斟酌一下。我明白，我们记者的学问就是在这取舍之间。不是学问，是责任。白朗同志，你好，我叫施占军。你看，我是给你赔礼道歉来的。我要知道你是记者的话，就不会下那么重的手啊。就我一个男的，你能认错？确实认错了，所以我才来认错。这次行动事发突然，咱俩提前没打上照面吧？关键是，你很难不让人认错。什么意思啊？真的，即便你从报社里走出来，都很难相信你是一名记者。谢谢。我请你吃饭。那天啊，确实有个小伙子，也戴个眼镜，被捕之后才知道，他才是真嫖客。对不住啊，我呢以茶代酒。哎呀，看，喝了这一杯，你再吊着脸的，那就不合适了吧？形象气质太好了。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？我看真的，你太适合做暗访了。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了。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有勇有谋、能沉得住气的。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吧？未来肯定是好搭档。好搭档，别给我戴高帽了，我还想多活2年呢。之所以说是搭档，是因为你能帮我，我也能帮你。你帮我，要不然你这报道哪儿来的呀？你不去打头阵，你哪儿来的这么劲爆的题材？前州这么大，违法的事儿藏得那么深，你单枪匹马你能挖出多少道听途说的情报？能有我们权威？记者揭露真相，本质是让问题得到治理。别看你现在记者前面有见习的头衔，只要咱们俩携手合作，你就能做到这本质里头4个字：拨云见日。不是学问，是责任。受折上折。这个门从内外都能开，
晚上守夜班的保安从内侧把门锁上之后呢，就把钥匙放在了接待处。早上营业之前，再从里面把门打开，之后呢，钥匙就会被收起来。凶手作案后，应该是直接拿钥匙开了门，从大门离开了现场。至于是怎么进来的，我们检查了所有的窗户还有通风口，都完好无损。正面的另外2道门呢，也没有破坏痕迹，所以凶手很有可能也是直接从大门进入的珠宝行。保安给凶手开的门，目前不能排除这可能性。我们正在调查2名遇害保安的社会关系。珠宝行内部的活动轨迹查清楚了吗？还没有。珠宝行面积大，客流量也大，留下的指纹和脚印太多了。我们已经出警10个小时了，才刚刚把保险柜柜台后面那部分采集完毕，整个店面都要采完，估计得好几天吧。叶老师，保险柜上的脚印我们也都采了，但是是空脚印。我们就是跟着空脚印来推测凶手的行动轨迹，应该是先绑人，再撬保险柜，中途杀人，然后继续撬保险柜。怎么了？我是想啊，既然凶手会穿着鞋套来作案，就说明他具备明确的反侦查意识。刀和撬柜上面也都没有留下指纹，他肯定戴着手套。我们这么费劲的踩下去，可能最后踩到的只是顾客和店员的痕迹。帮我拿进。好。刘老师，这把刀上有很多刮痕，这刀尖上的刮痕比较深，明显是新的。这都带着撬棍的，需要拿刀撬什么东西吗？哦，对了，叶老师，这是从黔州市刑侦支队借调过来的实战卷。叶老师您好，我听过您的课。哦，我师哥。你说的对，砸玻璃也用不上刀。可以啊。哦，这几天珠宝行在装修，这3部电梯都处于停用状态。小高，马上联系电梯维修人员。